点开这部影片之前，你知道泰车之王 Passoni 吗？2年前我们飞了一趟意大利 Passoni 的工作坊，拍了这支影片，去分享为什么公路车的毕业车款可能会是 Passoni。但 Passoni 显然是没有打算让我们顺利毕业。当我们以为泰车只能用经典或是永不退流行来形容时，几个月前 Passoni 却在 IG 上公布了2台最新的 model。AT01 和 OT01，3秒的开箱时间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会有点不知道该说它是复古未来，还是像某种来自文艺复兴的艺术品。更夸张的是，虽然现在我们店里连一台能参考的实车都没有，但光靠 IG 上的几张照片和短片，就吸引了加起来22位车友跟我们下定了这2台车，而且还是在要等将近1年的交期之下。所以为了想当全台第一个体验这2台车魅力冲击的车友，还有了解 Passoni 是如何把早已不新鲜的钛跟碳，再一次让已经玩遍各种车的单车玩家心脏狂跳。这次我们同样直接飞到意大利，用最有诚意的方式开箱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已经在 Passoni 了，那等一下就要进去开箱 AT01和 OT01。我自己最想要看到他们的是新款的 AT01跟 OT01最新的3D 打印钛技术。AT01它实际碳纤维的那个色泽，我最期待的是 Passoni 最新的那一支一体把它实际的表现是怎么样。那我们就进去参观吧。最新的 OT01，这个真的超漂亮，它是一体式的，卖了20几台的 Nick， 我兴奋。看到之后就一直在打电话给客人，不知道是哪个老大哥的车 ，Only God can judge me。快速为大家开箱最新的 AT01设计。那这台车最吸引大家的目光，主要是在因为它是全新的 Passoni 投入3D 技术去做出这一台车，所以它可以做到的是像这个部分，它是直接用一体成型的。那你一般的钛车，早期的 Passoni 都是用焊接点的方式来呈现出这边，所以它会有好几个焊接点，但是这个它是直接做一体式的，所以这一台车的细节是超漂亮。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它新款所有的打磨点都已经取消掉了，因为以前的 Passoni 呢，它是在接管的地方都是有做雨林焊的设计，但是最新的 AT01 它是把所有打磨点都是直接磨掉，所以这台车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线条就是很利落。再来最精彩的地方，我觉得钛金属的头碗上盖，这个在以前的 Passoni 也是没有做到的。那它是为了 AT01这台车去做专属的设计，就是整个在这边做一个细节点缀的处理。AT01它最新的这个碳纤维技术，大家可以大概想象一下，它正式真的外骑的时候的那个设计，就是你从阳光下去看这台车的碳纤维，它不会像一般的碳纤车单纯玩烤漆的设计，它是用裸碳的方式去处理这台车子。那刚 Stefano 讲说，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所有的意大利单车厂就开始用碳纤维来造车。那当然 Passoni 也不例外嘛，他们想要用碳纤维来造车，但是又不想失去钛的灵魂，所以这台车架就还蛮特别的是，它在头管、五通跟后下叉的地方，外表上看起来是碳纤维，但其实它里面一样是包着钛在里面。因为这包在里面嘛，所以这台车就是写着 Animus Titanium， 就是钛的灵魂。Animus Titanium。Yeah. Yeah. The idea is it means titanium soul. Titanium soul。26年之后，钛的灵魂就是现在 AT01的样子。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台车一样是在后下叉啊，然后五通跟头管地方一样是用钛来制作，而且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更有那种现代美学的感觉。这台车架上面的这个地方，上面看到意大利文写了一段话 Ex nihilo nihil, which means 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Everything has been done already. So we need to recall what we did in the past to make it in a more modern package. 没有什么东西是无中生有的。那再白话文一点，应该就是莫忘初衷这样。好，其实这次来 Passoni，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很想要问他们，就是因为 AT01它是一台空力车，那空力车就是很讲求效率、很讲求速度的一台车嘛。但是为什么 AT01会想要把钛放在下面，包含五通、包含头管跟后三角部分，然后碳纤维在上面？Passoni其实大可以把碳纤维放在五通的位置，因为受力最大的地方就是在五通的位置。你如果要让一台空力车它的发力效果很好，这边大可以用碳纤维。然后这次就是问了 Matteo 之后 ，Matteo 给我的答案是我这趟旅程以来从来没有想过的答案。When you push on your pedal, you feel this type of flex,
And if you switch it, you will feel more carbon than titanium. 其实 Matteo 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在做钛车的公司，所以这台车一定要有骑起来像钛车的感觉。设计这台车架的时候，就是故意把钛用在这些位置，然后碳纤维放在上面。那这些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第一个，你碳纤维放在上面，你可以做更多空力的外形。那再来，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优点就是碳纤维会更轻量，这个上半部就占了车架的大半。虽然它不会像下面这种碳纤维那样的发力的那种直接感，但是这本来就不是他们要的。如果你要这边都是用碳纤维来做，那所有车架都在做碳纤维的车，这不是 Pasonic 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的是这台车骑起来是舒服的，是有钛的特性的。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刚马特有跟我聊到这台车上我最喜欢的部件之一。就是这个钛合金的拖网盖，这个拖网盖它大可以用碳纤维来做，因为第一个碳纤维更好做，更容易成型，那再来用碳纤维还可以更轻，整台车可以再多轻个40克。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要做这个钛合金的？就是漂亮嘛。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其实 Pasonic 一直都不是想要做什么速度机器，速度机器有太多人做了，他们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钛车。哦，干好重！来给大家看一个酷东西。他们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就是在钛上面直接画出这个很漂亮的涂装。Pasonic 的车一直都是以钛为 DNA 去做车，但是他们一直在很经典的这个材质上面去做一些突破，做一些创新。现在刚好现场这一台车架就是等一下马上要进入到喷砂的环节。那你可以看到现在 Pasonic 那个字样是红色的，然后这个有一个蓝色的标签，蓝色贴起来的是比较小的字。刚刚他有介绍，就是 Pasonic 的喷砂粉是用玻璃纤维，然后那是再更细致一点的。红色跟蓝色的区别就是，蓝色是用再更细一点的玻璃纤维，所以它可以喷更多的很小的字。那红色会用比较粗糙，喷出来的会比较有那种颗粒感，让 logo 看起来再更手作感一点点。刚刚看完最帅、最空力的 AT01，那其实 Pasonic 今年也有针对他们最经典的Titanium做大改款。那这次虽然这样远看外形上好像没有差异很大，但是它在细节上的处理非常多。刚刚有跟原厂去聊，就是他们为了这次大改款它研发了将近1年半的时间。那以外观来说，这台车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个全新的后三角设计。原本以前是用焊接点的方式来做后三角，改成现在最新的3D 打磨技术，让这台车看起来是更立体的。它为了要符合这台车的美感，所以他们不断的去寻找上下款最棒的这个比例。经过不断的去测试之后，突然发现上下款他们去缩短了圆周将近1公分的这个长度，让这一台车整体几何美感是非常漂亮的。他们去了瑞士的强度测试机构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其实整台车的刚性是比上一代的Titanium还要更好的。那这就是 OT01交出的完美答案。那影片看到这边，如果你本来就是 Pasonic 或是钛车的老粉，心里应该会有个疑问 ：Pasonic 最有名的不就是他们的焊接跟打磨技术吗？但这次 AT01跟 OT01很多地方却用上3D 列印，难道就连钛车之王也开始不得不因应时代而屈服于新技术吗？当然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藏在我们前面没有给到特写镜头的地方——五通。不管是 AT01还是 OT01，五通这个位置其实都没有使用3D 列印，所以我当时也特别问了 Matteo 原因。他说，他们实际测试后发现，如果五通为了美观而改用3D 列印，反而会让车架变得更重。而且别忘了，焊接跟打磨本来就是 Pasonic 最擅长的事。那既然原本的技术就已经能把五通做到非常完美了，为什么还要为了使用新技术，硬把五通改成3D 列印呢？所以不管是 AT01还是 OT01，Pasonic 依然是坚持着他们的初衷，打造世上最好的钛车。你可以在这两台车上看到很现代的技术，很利落的线条，同时也能在他们身上找到 Pasonic 对于钛的热爱，对经典的坚持。而那些看似冲突或矛盾的地方，正是我们会喜欢 Pasonic 的原因。那回到这个背景，就知道 OT01已经在台湾，然后在我们车店有做展示了。欢迎想了解更多 OT01细节的车友，随时可以来我们店里喝咖啡，赏 OT01的细节。那如果你是在期待 AT01的车友，请再让我们卖个关子。正式到货后，我们或许会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办一个 VIP 的约期，还有 AT01的正式发表会。欢迎你私讯我们或关注 Farbobike 的粉专，掌握第一手客制车的资讯。